一个岛的自然景观到底有多么丰富多彩？一个艺术家又能给一座小岛带来怎样的改变？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来聊加那利群岛。而今天聊的这个岛呢，是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最有特色的一座岛屿，它就是兰萨罗特岛。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加那利群岛其他的一些岛屿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烟火气息，那么这个兰萨罗特岛就显得更加的原始。这个原始并不是说它的生活，而说的是它的自然景观。就在我看来啊，它应该是各个群岛当中最具有科幻感还有艺术感的这么一个岛屿。画框一样，全岛几乎是被黑色的这个火山灰覆盖着，上面还有几百个休眠的火山。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兰萨罗特岛，去网上搜的话，它会出来很多葡萄园的图片。你一看这个图片，跟传统的葡萄园完全不一样。不只是说这个葡萄酒有特色，更多的是这个葡萄庄园。它的这个葡萄的种植园可以说是岛上重要的一张名片。葡萄园，风很大。你看这一个酒庄，一个个巨大的漏斗状的深坑，里面种着的就是葡萄。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景观呢？其实在18世纪的时候，这个兰萨罗特岛上面的几百座火山经常爆发，那整个岛呢就被这些黑色的火山灰所覆盖着。虽然这个环境比较恶劣，但是岛上的居民总是要想方设法生活吧。于是他们就开始摸索，最终找到了一个非常智慧的生存之道，那就是种葡萄。来看一下这个岛上的自然条件。首先它是个海岛，那意味着海风会非常的大，然后又是火山灰，那会有局部一些地方比较干燥，尤其是在岛中间那个地方。于是岛上的农民就开始挖这个很厚的这个火山灰，就挖出了一个深坑，然后把葡萄藤就种到这个深坑里面。因为这个坑非常的深，上面还有一些细碎的一些黑色的碎石，所以在夜间的时候呢，就可以很好的吸收空气中的一些湿气，然后沿着这个石头就汇聚到这个深坑里面，慢慢往下流淌，葡萄这个灌溉问题就解决了。那岛上风非常大，那一吹就吹得很干，怎么办呢？如何防风？那岛上的农民又发挥聪明的才智，终于想到一个好方法，就开始砌筑这种半圆形的防风墙，然后一个一个这样连片的，就形成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葡萄酒庄。整个景象就像陨石坑一样，所以也有人称这个景色不像在地球，非常有科幻感。而且它一个一个排得非常整齐，然后无数个圆弧跟漏斗深坑在整片黑色的大地上这样延绵生长，整个场景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秩序感跟雕塑感的大地艺术。这个颜色再加上这种秩序，这个视觉冲击力就非常的强。所以往往最有意思的艺术很多都是劳动人民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非常朴实的创作出来的。那除了葡萄园之外，如果你想看一点更加地道的那种火山地形，有一个公园非常值得一去，那就是蒂曼法亚国家公园。不过去这个公园参观，一定要乘坐公园指定的大巴车，因为整个火山地貌它的生态是非常脆弱的，为了保护当地的这种生态，所以整个公园是禁止游客徒步或者开自己的车去的，所有人必须要乘专用的大巴来游览整条路线。整个路线大约是14公里，大巴车辆就在这里面转来转去。那第一感觉呢，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司机的驾驶技术非常的好，因为里面的道路都是比较窄，然后弯弯绕绕的，整个景色可以说植被非常的少，或者说没有。然后你可以看到那种大片的凝固的黑色熔岩，还有一些红色的火山渣，地表有的是裂开的，还有火山口。随着这个大巴车的前进，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颜色的景观，就像科幻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月球火星这样的景色。那据说当年阿波罗计划的时候，就根据这个地形来研究月球的表面。那整个巴士在游览完之后，就会到达最高处的观景台。这就是一边是火山，一边是这里是整个片区地势最高的地方，虽然这个火山是处于休眠状态，但就在它地表的几米之下，这个温度还是很高的，大概在100到600摄氏度之间。这里工作人员就会展示大自然的威力。第一个项目就是人工喷泉，就把凉的水浇到一根铁管之中，过了几秒之后，水就会瞬间气化，就会出现一个10几米高的一个蒸汽巨浪，所以人要离远一点，避免被烫伤。第二个就是甘草自然，
那工作人员也会把一小撮干草丢到底下的一个浅坑当中，几秒钟之后，整个干草就开始冒烟，然后就开始燃烧起来。还有一个跟这个餐厅有关，就是火山烤肉。那平时我们这种烤肉，要么用电，要么用木头生火，但它呢完全用地热，就火山里原本的那些热量，它把烤肉架放在一个岩洞口，这个洞非常非常的深，靠近这个洞口就非常的热，它就是火山自带的那种热气。不使用任何煤气，不使用任何木炭，全靠这个地热来把上面的肉给烤熟。那通过这个火山烤的鸡肉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替大家尝过了，也没什么不一样，调料还有点咸，但吃就吃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所以还是值得一去的。你在餐厅上面点一个鸡腿，点一杯饮料，看看外面的景色，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而这个餐厅的设计者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位艺术家兼建筑师，这个岛的男人塞萨尔·曼里克所设计的。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讲一下这位艺术家兼建筑师的故事。我们先从整个岛来说起。刚到这个岛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整个岛上的建筑颜色都是以白色为主？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建筑色彩呢？这个就是曼里克为整座岛所定的色调。当然，并不是就这一种颜色那么单调，有一些地区也可以选择一些绿色或者蓝色的窗框。那为什么要定这种颜色？这里曼里克主要是考虑到整个岛是以黑色的火山灰为主，为了形成这种色彩上的强烈对比，所以建筑就选用了白色。除了整个岛上的建筑色彩之外，他还参与到了政府管理，并要求立法禁止在这个岛上建高层，同时也禁止设立那些夸张的刺眼的商业广告牌。这位曼里克他的出生地就是兰萨罗特岛，他年轻的时候跑到了马德里去学艺术，后来又跑到了美国，并且在纽约成名，成为一名知名度非常高的抽象主义画家，日子呢也过得非常滋润。直到1966年，他看到当时很多海岛都被过度开发成旅游景点或者旅游度假地，尤其是看到哪个岛呢？看到了马略卡岛。他看到岛上进行大量的商业开发，充满各种混凝土的环境，那他个人非常不喜欢这种建造，破坏了这种让人非常舒适的自然景观。于是他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他的家乡兰萨罗特岛，并且深度参与兰萨罗特岛的建设。在咱们现在的建筑设计当中经常有这么一个理念或者概念，不要去破坏自然，建筑要像从自然里长出来的一样，跟自然非常和谐的相处。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往往沦为一种口号。但是在兰萨罗特岛，我个人感受所看到的，确实是跟这个理念比较贴近的，它跟自然结合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巧妙。之前说曼里克对于兰萨罗特岛的重要性，就像高迪对于巴塞罗那的重要性。这两位著名的人物，他的结局也很相似。高迪最后是被电车撞了，而这位曼里克也有着相似的遭遇。在1992年的时候，曼里克刚做完他的眼部手术，本来他是不允许开车的，后来政府给他派的那个司机正好请病假了，于是他就决定自己开车，最终在一个环岛的地方被撞了。他留下了很多作品，更是成为了整个岛上的传奇。那具体这个建筑长什么样呢？咱们来看一下曼里克的一个作品。确切的来说，应该是曼里克最早提出的概念想法，最终联合多位艺术家、建筑师所创造出的这么一个作品。而且这个建筑中间还有一段跟一位著名的好莱坞明星所产生的故事。这个建筑就是拉格玛博物馆。那咱们来具体说一下这个建筑的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曼里克发现了这个地方。它原先呢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他觉得这种粗糙的红褐色的岩壁非常有表现力，或者说戏剧张力，于是他就开始构思一栋消隐于自然的建筑。但是呢，当时曼里克在忙于岛上其他的公共项目，最终这个建筑的设计者是曼里克的黄金搭档，是一位建筑师，也是景观设计师索托。索托就把曼里克的这种建筑概念变成了一个魔幻迷宫。这是小景，这里受得了吗？那就在20世纪70年代，好莱坞有一位巨星叫做奥马尔·沙里夫，他就到兰萨罗特岛来拍摄一部科幻冒险电影，叫《神秘岛》。拍摄期间呢，他就在这个岛上转悠，就发现了这么一个完美融入火山岩洞，又带有魔幻色彩的这么个建筑。于是他一下子就迷上了。当时他也很有钱，就花了一大笔钱把它买下来，作为自己的私人度假屋。这个沙里夫除了演戏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或者说叫发烧友吧，就是桥牌。他自己因为非常喜欢这个桥牌，还写过专栏，出过一些相关书籍，自我感觉是非常良好的。而故事就是因为他这个打桥牌的爱好或者说嗜好开始。这栋建筑的开发商是当时英国的商人贝纳迪，而这位贝纳迪呢非常清楚沙里夫对桥牌的痴迷，
于是就投其所好，设下一个赌局，他就邀请沙里夫打一场桥牌，赌注就是这栋度假屋。沙里夫一看，那就欣然接受挑战，并且非常自信。但是他不知道，对面的这位英国商人萨姆·贝纳迪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那就是当时欧洲的桥牌冠军。结局当然没有任何悬念，沙里夫就把在短短几小时内刚刚买下的这栋豪宅输给了这个开发商，而这位贝纳迪相当于白赚了一栋豪宅的钱。沙里夫在输掉桥牌之后，不仅是伤透了心，而且是颜面扫地。那第二天呢，他就愤怒地离开了兰萨罗特岛，并且这之后再也没有踏上过这个岛屿。而他曾经花重金买下的这栋房子，在他手里不到24小时。那为了纪念这段故事，或者说八卦吧，这栋建筑就正式命名为拉戈马。这个拉戈啊，就代表碧绿的泳池，而这个马就取自沙里夫的名字，因为他叫奥马尔·沙里夫。其实这个故事发生之后的几十年里，这栋建筑也就一直荒废在那里，直到后面再有建筑师和艺术家把它买下来，他按照原有的风格进行改造、重新装修，加入了一些酒吧、画廊，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个拉戈马博物馆的全貌。说了这么多，咱们现在去看一下这栋建筑。这个建筑的第一感觉啊，就是自然是本色，人为所添加的那些建筑就是修饰。一路走过去呢，依旧是白色的房子，建筑跟自然结合得非常好，地上都是黑色的，一抬头就是白色的墙体，这感觉一下子啊就上来了。虽然这里只是洗手间，周围都是配合一些绿植，洗手间，气氛呢也是以自然为主。然后我们上台阶，随着台阶往上走，蜿蜒小路上去，隐约能看到整个建筑的样子。你看，这里是一个小房间，应该是书房或者会客厅，都是根据自然条件稍加修饰形成的。这光直接上面顶上来了。中间是一个大的泳池，你可以想象在这里度假，感觉应该是非常棒的。接下来呢，往泳池旁边的这个洞里走，这里真的是别有洞天。这个洞里面的采光景也结合着一些景观小品。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这里的感觉应该是非常凉爽的。往上走，中间也有结合地形形成的比较有趣的一些会客空间。在这里，其实和我们园林中的一些，比如借景手法、一步一景、欲扬先抑一些空间处理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对着这个花园，这是刚刚下面的那个水院。总结起来也是虽有人作，晚自天开。咱再继续往前走。它这个门啊，设计的都还不错。门，这里再往前，再往前，啊，这真挺可以哈。建筑主要的这个房间是在最高处，上去还有很多台阶要走，不过越往上，这个风景越好。其实整体的这个建筑啊并不大，你看这个客厅就这样，旁边是往上走的台阶。
上来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会客厅。厨房是挺大的，而且这个视野非常好。那这个卧室的大小也就一般般。是，这卧室也挺原生态。然后继续往上走，就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空间了。也是一个厕所啊，一个淋浴间。这里就是当年的那个棋牌室。棋牌室、娱乐室。墙上的照片也算是对当时这个故事的一个记录。这里上面的风景也很不错。台阶非常的光滑，啊，这是刚刚后面楼上没开的那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建筑啊，既非常的乡土，但是呢，整个形式感觉又非常的前卫。虽然是人造物，但是整体所展现的依旧是宏大的自然，有奇特的自然景观，还有丰富的人文故事，而自然跟人文又结合得非常紧密，这就是兰萨罗特岛的魅力所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